带着首长先走，首长走。成山，没事吧，首长？没事。走走。 首长，快点给人上人！快，首长，快，走！首长，保护首长，小心！首长，别走！不要碰我，首长，我失职了。现在没时间给你自责。为什么炸死的不是我？ 我以苏埃的名义命令你快走，快走，走！警车。打倒国民党！国民党！果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啊！这就像一盘棋中的对手，假如他对这盘棋的博弈有着坚定的信仰，那也许这个对手是很难战胜的。司令，各部报告，出战大捷，四渡已夷为平地，人畜无存。什么叫人畜无存？这处是处，人是人，能混淆统计吗？电令各部仔细清理战场，不能放过一具尸体，与事先提供的情报人数是否一致，要细加核实。如有漏网，各部要立即展开搜山清剿，绝不能让漏网之鱼得以喘息。是。在从四都撤离的过程中，独立营206名指战员分成多个小组，由包括我和天佑在内的各个连以上干部担任组长，每个小组负责保卫一位领导同志向外突围。同时，国民党军也集结部队，从各个方向展开大规模的搜山清剿。独立营各个小组在突围途中被迫打散。走。出来！再不出来，都得死！
叫什么？四族人。我问你叫什么？四族人，不懂吗？不懂我就告诉你，四族的男女老少都是一个名字，亲贡。这就是亲贡的下场。那个，你也叫亲贡吗？我不是亲贡，长官别杀我，我叫立功。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，你不得好死！闭嘴！说了，你想立功？有很多红军伤员，有好几百人呢，他们都在。你敢告诉白狗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能好死！红军伤员在哪儿？红军伤员在哪儿？我不敢说呀！别！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快说你在哪儿？在那边，快到了。长官，就是这儿。就这儿，把人喊出来。红军的伤员们，红军长官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就有活路。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？你们都是伤员。还是投降吧！国军长官还说了，他会治好你们的伤，放你们回家。走，快点！红军伤员们，我是四都人，我是给国军队长传话的。只要你们投降，就有活路。你们还是投降吧！啊！西北。
鲍长官，红军少年都在里面呢。你们几个，跟我走。保护首长！司令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我要的是完全统计。可我们火力实在太猛了，有些尸体炸的尸无全尸的，所以做到绝对精确的确有难度。不过各部的清剿还在继续。我们的计划那么严密，居然还有上千人漏网，一次次的灭而不绝。难道是老天暗示中共就是天不该绝？司令，就算暂时有几条小泥鳅漏网，也逃不过各部的清剿。漏网的不是泥鳅，那是火星子，火星子会随风飘的。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火星子落在哪儿，哪儿都会燎原。四都的战役，我们做的不干净啊！先给委座报个捷吧。是。保守着！王清茂，
你的小组呢？首长呢？问你话呢？首长呢？我们已经突破了一道封锁线了，再翻过一座山。教导员，你毙了我吧！小同志，你已经尽职尽责了。要说有什么责任的话，我负全责。首长，咱们继续前进吧。保护首长，往东走，把头抬起来。没受伤吧？保首长！掩护！首长，我派2个人带你走吧。你这么拖着，谁也跑不出去。哎呀，我们跑不掉无所谓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班长，派2个人带首长走，快！组长。首长！首长！为首长报仇！首长怎么保护他？怎么保护他？我没保护我首长，你别了吧！你。兄弟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报告，袁连长，后面就是悬崖，我们无路可退了。救手跟首长一起待在这儿吧。给我打！大成，老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走，等死啊！快，走走。老李，你保护了首长呢，也牺牲了，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。回去怎么交代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怎么办？回松鸡山啊！报告连长，有白狗子，隐蔽，快快！那边，说后面。没战斗。
追！撤退，往这走！快，撤！快，跟上！慢点，首长。哎，小心！前进！首长，我们暂时安全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好，行吧，带首长休息。好，前进！哎呦，小心，首长。教导员，我去前面探探路吧。好。首长，我们喘口气儿，再翻过那道小山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小李同志，你们还剩多少人？首长，您放心，我们就算只剩最后一个人，也一定保护您安全脱离出去。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小组牺牲了6个，四周枪声不断，我估计其他小组也遇到了困难。可是没有我的拖累，你们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。首长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保卫您的安全，是我们最神圣的职责，而且我们都已经宣过誓了，随时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。首长，怎么了，小李同志？有什么话要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年在牛骨铺保卫毛主席的事儿了。怎么？你还保卫过毛泽东同志？是。那年毛主席化名为杨先生，去苏家坡搞调研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漏了消息，就转移到了牛骨铺。我奉特委的命令，担任毛主席的保卫工作。虽然过了那么多年了，但是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是记在心里的。现在想想，毛泽东同志才是牵住中国革命牛鼻子的第一人呢。只可惜，我之前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研究的不够透彻，翻着书本闹革命是要脱离实际的，所以才会落得现在这个境地。要是有机会，我真得跟毛泽东同志好好学学。没想到，当初毛泽东同志也有过这么困难的情况。首长觉得他艰苦，但是我觉得他很乐观。那个时候，他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，还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。哦，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，就是他在牛骨铺的时候思考出来的。首长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你问。好了，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们当初为什么把毛泽东同志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？小李同志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当初反对过毛泽东同志，但是他起草的第9次代表大会的草案，我是举双手赞同的。那次会议决定了，枪杆子得由党来指挥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8万多红军才能从几十万国民党的铁桶阵当中突围出去。您刚刚也说了，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对的，那您为什么还要投反对票？小李同志，我现在只能这么跟你说，我们的党是一个新生的党，他要在不停的犯错、纠错当中成长，你明白吗？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总有一天，毛泽东同志会回到我们的核心领导层，
中国共产党需要这样的领导，真的需要。怎么回事？谁给他讲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教导员，枪走火了。王清芳，到了，带着师长马上转移，快！是。走。你呀，你呀，你说你慌什么？走吧。可能是咱们自己人吧？为什么？枪一响就撤退，那是怕暴露，应该是咱自己人。有道理。那咱们过去吧。隐蔽。不是咱自己人吧？从火力上看，猛的应该是敌人。行了，把手上带走。是。我不走，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，我要坚守我的阵地。过去增援吧。不行，我觉得咱们加一块也打不过他们。是这样，咱们吸引他们的火力，掩护对面的人啊，撤退。好，4号人。到，水中锋。是。打！有人帮他们吸引火力，保护首长胜利！快，快走，快走！杀！走！咱们队伍好像撤了，咱们也撤吧！撤退！4号人，掩护！撤退！快，撤退！兄弟，让他陪着你。敬礼！事实上，整个苏区已经沦陷，想靠1-2场兵团级的战役就能阻挡国民党的大举进犯，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，必须及时纠正。党的事业还要继续，所以我们要保存力量，要尽快从不切实际的兵团作战的困境当中摆脱出来，运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游击战与敌人周旋，才能走出困境。
司令，你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？这是共党逼得我寝食难安呐，可又有什么办法？此役几乎全歼中共数千人，堪称大捷呀！为何司令还……我要的是一个不漏的全歼，不是几乎全歼。数百人的漏网，让我怎么能笑得起来？报告，司令。司令，各部清剿报告，这些地方彻夜枪声不断，漏网的中共还在分散突围当中，不排除已经有小股中共突围出去了。这狂风刮了火炉膛啊！这火星子满天飞，绝不能让中共的这些火星子继续蔓延开。要是那样，真正寝食难安的，就不光是我魏某人了，而是委座，是整个党国。漏网的已经穷途末路，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的。电令各部扩大清剿范围，一定要将中共的最后一点火星子扑灭在我甘闽地区，绝不能让他们继续蔓延开，再起燎原之势。我们中国的红军啊，是一个要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。这个性质呢，是到任何时候都要坚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的。另外啊，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啊，我们红军的内部正存在各种各样非无产阶级的思想，而这种思想呢，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以单纯军事思想为例，认为军事、政治二者是对立的，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工作的工具之一。那么，有少数同志啊，由于四军的局部环境，认为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，避免斗争的思想啊非常浓重，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啊。不管主客观的原因，犯了革命的急性病，只想着大干，充满着幻想，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啊！教导员，挺好，怎么样？前面有一支刚刚从汀州方向包围过来的白军，我看至少有1个旅，把咱们前面的路围得血气不通，根本冲不出去。好事。好事儿。你想啊，敌人扩大了包围圈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们的队伍在不断的突出重围，从四都冲出去。按你这么说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教导员，那咱们从哪个方向突围啊？敌人的包围圈越大，漏洞就越多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先吃点东西，啊，吃饱了肚子之后，我们好赶路。好。首长，您好久没吃东西了，刚烤熟的番薯，您吃点吧。机会主义、盲动主义，这2项错误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了，可我一直在犯。首长，你陪我坐一会儿吧。首长，您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吃饱了肚子之后，我们好赶路。你陪我先说说话。是。
你看，有一件事儿，我得跟你坦白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，其实我从来就没有看过。我觉得他这人土的掉渣儿，能写出什么呀？但是我今天认真的看了他第9次会议的决议，写的真好啊，没一句洋腔洋调，但是呢，深入浅出，道理讲得太明白了。这里面充分阐释了为什么要让党指挥枪，这是我们党的瑰宝啊，是我们以弱胜强的法宝，也是马列主义的升华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是我们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。还有，小李同志，我要感谢你，我也得感谢这些可爱的红军战士，是你们用牺牲精神阐释了这个决议的伟大之处，是你们教育了我。首长您过奖了。其实我们这支队伍也是农民兄弟组成的队伍，刚开始组建时候，那叫一个一盘散沙。但是多亏了这个决议的精神，还有毛主席带着我们打了几场战役，才慢慢磨练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是，我要是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向党中央提出，这个决议要一以贯之，要坚定不移的作为我们永恒的方针政策。还有啊，小李同志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前面的路艰险不断，会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你要有信心，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回到正确的轨道，毛泽东同志也会回到我们的核心领导层。虽然中国革命起起落落，但是共产党自打成立开始就没有停止过革命前进的步伐，没有停止过为劳苦大众争取他们幸福的生活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你要坚持。首长，我们祖国革命的高潮。首长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还有，你保护了那么长时间，我什么都没送过给你。这个包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随身带着，就留给你，当个念想吧。小李同志，到，我命令你放下我这个包袱，轻装简装突围。我不走，我是一名红军战士，我要坚守我的阵地。首长，您什么时候负的伤？首长，来人啊！首长，向首长敬礼。同志们，出发，去双旗山。首长，真没看出来，我以为你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像个书生，还挺能扛。
教导员同志才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谢谢首长夸奖。有句俚语说过：“亡命的总比追命的跑得快。”今天算是证实了。同志们，要不是因为这场大雨，我们还真摆脱不了白狗子。我们趁着这场雨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出发！出发！快点！乔明同志，你这好不容易才途中荣威回了家，应该好好休息，缓缓身子骨啊。黑透了，才能看见星光。这是诗人的情怀，也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啊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乔明同志，召集来开会的同志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赶到了。这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，这你应该好好打个盹啊。我们还有许多被打散的队伍，恐怕还没有摆脱敌人的跟踪包围，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同志能突围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据我们的侦查员报告，又有一支10几人的队伍突围出来了，是我们红24师走散的队伍。有没有陈天佑和李华成他们独立营的消息啊？不过我想现在没有消息，这也许就是好消息啊。我现在担心的不光是独立营的指战员们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的领导同志。如果这些同志出不来，那对党、对红军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。是啊，现在有很多同志也在议论，四都战役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，所以才会导致我们。我不希望我们的同志们有这样的消极议论，但这一次的教训一定要总结。在讨论中，要把对事不对人作为一条纪律，告诫党内的所有同志。你提醒的非常及时啊，否则真的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。四都之败对我们整个地区来说，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。是啊，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还在高喊保卫苏区、寸土不让的口号，所以我们这次更要开好这次会议啊！马上去找老罗他们几个，好好的研究一下会议的内容。这一次我们绝不能空谈了事，一定要开出能管上今后几年的指导思想来。是他们同志吗？哎呦，还真是你，老宋同志。哎，我没有迟到吧？没迟到，同志们都在等你呢，赶快进来吧。好，来吧。哎，苏区的人民刚刚获得解放，分到土地，我们党和红军要不惜一切牺牲来保卫苏区。可是当前敌强我弱，我们必须改变战斗策略。那是借口，面对强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根本就没有中间路线可走，坚持斗争绝不等于不切实际的盲动主义。要想不流血的斗争，就是右倾机会主义。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面前，我们应该避敌锋芒，保存实力，甚至可以撤出苏区，到敌后方去参加游击战争。你那是逃跑主义，等同于直接投降。可是主张决一死战，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残余，危害同样严重。同志们也都讨论那么久了，这该说的呢也都说了，下面请乔明同志做个中期发言吧。眼下的形势可以说已经到了前所未有、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讨论中，还有同志大提保卫苏区寸土不让，可中央苏区已经失守啊，主力红军已经进入云贵，这个时候还提什么寸土不让啊？不是空喊口号吗？我们面临最迫切、最紧要的问题，不是空想一夜之间从国民党大军手中夺回苏区，而是如何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、穷追猛打。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，
才能坚持长久的斗争啊，同志们！到目前为止，还有同志不愿意承认苏区已经失守，还在坚持不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我同意乔冕同志对当前的形势做了最实事求是的分析。我们要为今后的工作制定一个最基本的方针，那就是不再把保卫苏区、寸土不让的口号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。我们要立刻的转变思想，我们要以保存现有力量为出发点，依靠现有的局部地区紧密的联系和领导群众，采取灵活、机动、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战术，发展和壮大红军游击队，要扩大和收复部分山区村镇。我认为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站得住脚跟，去开拓新的局面。乔明同志和老罗同志说的对呀，我们早就应该按照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总结出来的16字诀：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和集中以消灭敌人，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一整套的游击战术原则，这才是当前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制胜法宝。哎，朱参谋同志，你是我们的军事行家，你来给大家说一说呀。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，我是同意大家意见的。好，现在看来，大家的意见已基本统一，但我还要提一点：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不要对我们的战士和群众说什么形势大好、一片光明的假话，要教育大家艰苦奋斗，准备熬过漫长的黑夜。但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，天不会塌下来。我们的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已经突围出去，我们还留在苏区的所有同志要同心合力，团结群众，共同撑起南方一角天。同志们，从会议开始到现在，我没说过一句话，可是有句话，我一直想说，却又不敢说。我们全党全军为一次次错误路线付出的血的代价实在太惨重了，连我这个有着10年党龄的老同志都感到前途渺茫，心灰意冷。刚才乔民同志提出了新的思路，让我浑身的热血重新燃烧起来。乔民同志所说的可以说是党的正确路线在闽西南地区恢复的开始，也是通过符合中国实际的游击战争对敌长期斗争的开始，更是国民党反动派亡我之心必然失败的开始。就在闽西革命最为艰难的危急关头，是张鼎丞、邓子恢、谭震林等同志坚决纠正左倾错误路线，提出并领导了在闽西南地区全面开展游击战，擎起了南方一角天。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清剿，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展开广泛的、灵活的、胜利的游击战争。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，保存有生力量，锻炼现有的部队；政治上，保持党的旗帜，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；组织上，保持党的纯洁性、战斗性，保持各地方领导骨干的安全和团结。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，这一指导思想丝毫不能动摇。对，我们剩下的同志要联络散落在各地的红线队伍和地方骨干，把游击战的基础夯实了，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全区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乔远同志，您此行要穿越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，千万要小心啊！你放心，我们有马克思的保佑。哦，老罗、老宋啊，我现在最忧心的
还是没有独立营的消息啊。全面同志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。好。哎，散会以后我怎么没见朱三木同志啊？哦，他昨晚下山去了。下山去了？我们宣布过纪律啊，未经批准，任何人不得私自下山。全面同志是这样的，他向我请了假的，他说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，把他老婆从县里接到乡下去了。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他嘛，就同意了。但是我限他明天晚上必须赶回来，您就放心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别送了。他们都在杀人，死了好多人，全都是红军家属。到处都是血，血淋淋的，我怕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怕过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怕你去了之后回不来。不去会更危险。当初你说，将来的天是共产党，你在国民党已经是中校。可现在，这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？在家待着，哪儿都别去，等我回来。别走！在家待着，等我回来。就他呀？对，在那儿蹲了1夜了。别动！什么人？终于等到你们了。我，别动！动我打死你！枪把放下！枪放下！给你个大赏，要不要？枪先放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带我去见你能够见到的最高长官。我能见到绥靖2区副司令员何长官。那你发大财吧，把我绑起来，头也罩起来，不要让任何人见到我的脸。报告何长官，人带来了。何长官，终于见到您了。你是干嘛的呀？为什么想见我？
我是共产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三木，我来向党国和何长官您投诚来了。是吗？共产党骨头这么硬，会有叛徒？而且你官阶不低，难不成是来诈降的？何长官，人到什么境地说什么样的话，共产党这回是万劫不复了，良禽择木而栖。我想为党国尽点绵薄之力，以赎我错投之过。好，人的嘴皮子一翻很容易，不过，你觉得我何某人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吗？何长官，我会让您看到我的诚意，您能给我一个连吗？大木同志，你来了。乔明同志在吗？在，我带你去。好。一会儿就过去了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解决了，走吧。走。你把衣服脱下，给我换上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他们跟我公过事，都认识我。里边的人一个不留。上。苏乔明呢？苏乔明。
脑都跑光了是吗？是。那是有人通风报信，还是本来就是几个无名小卒而已啊？何长官，我还掌握着原苏区共产党各县委领导人的联络方式，我会向您送上我更大的诚意。好，诚意是吧？那我全当你的诚意是送给我的礼物。不过，你要知道，如果送给主任礼物只是一个盒子里面没有东西的话，你觉得主任会开心吗？朱三木，我希望这次你给我的盒子里有我真正想要的礼物。是。停。小的告退。小心脚下！隐蔽，隐蔽！小蔡，到，是。我看下面的村子好像刚刚被洗劫过，不太安全。你带2个人下去侦查一下。是。小心！林勇同志，你们原本打算是在哪里会合？双旗山。我们的队伍现在都打散了，其他的人是死是活我们都不清楚。反正只要把首长送到安全的地方，我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国民党军连这么偏远的小山村都不放过，恐怕前面的路会更加艰难。首长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您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的。你们这帮土匪，有本事干了我打枪！老乡，你误会了，我们这帮土匪，我们不是土匪，那也是白军，我们是红军。红军？咱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，是解放穷人的，不是压迫穷人的。快放开啊！首长，刚才他在村里边，可差点。首长，你们松开就松开，放开。老乡，没伤着你吧？穷人。穷人怎么还戴个眼镜啊？那您觉得我是什么人？反正不是穷人。我戴眼镜呢，是因为从小读书，把眼睛给看坏了。当然了，这穷人怎么可能读得起书呢？也正是因为我读了书，学习了新的知识，才看清了地主阶级对穷人的剥削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。我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，和地主阶级划清了界限。和穷人们一起打天下，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？没骗我吧？这位是我们大首长，怎么会骗你呢？首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您问。见过共产党吗？笑个屁啊！没见过就是没见过嘛。告诉你吧，兄弟，我们就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你们。你们谁来个飞檐走壁看看？老乡，共产党不会飞檐走壁，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为穷。我妈走的时候
没闭上眼，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共产党，可惜没有等到。你现在可以跟母亲说了，你见到共产党了。妈，我们终于等到共产党了。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？老乡，这件事情我可说了不算。这二位啊，是这里的大当家的，只要他们同意了，你就可以。老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刘，排行老3，叫牛三。好，牛三，如果你愿意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了。现在就欢迎你加入中国工农红军。要是有点吃的就好了。是。刘三，你不是排行老3吗？啊。你上面俩哥哥呢？我俩哥哥都被抓走了，现在不知道死活呢。那你家里其他亲人呢？我的叔叔婶婶被杀害了，房子也被烧毁了。其他乡亲们呢？村里有20几条壮汉，也被抓走了。那你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和没事人一样？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这亲人都被敌人给杀了，你这哥哥家人也被抓走了，你这作为晚辈，作为弟弟的，怎么也得哭几声呗，是吧？哭？啊，哭有什么用？能把人哭回来啊？不过，我肯定会报仇的。牛三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是条汉子。嗯。队长，首长呢？哎，你不在站岗吗？怎么跑这烤火来了？营长，我是在站岗，让首长去了，他非说我衣服湿了，让我回来把衣服烤干。我当然不砍，但是他是首长，他下命令了，你真是欠揍啊！看抽了手怎么收拾你。营长，我现在就把首长换回来。行，继续烤你的火吧，大家都休息，我去吧。吕真同志，首长。哦。报告教导员，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现敌情。首长，我想和您说个事儿。您说。其实营长，他不是穷苦人出身，我也不是，我们是表兄妹，我们的爹娘是地主。是吗？您是不是很失望啊？哦不，我没有失望，我只是觉得以你们的出身选择了这条道路，是正确的。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，所以我更加的敬佩你们。相比较我就不是无产阶级，我的家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。 At Iminis Weird。哎，你也会俄语啊？